民法典，让法律 easy 一点，让烦恼少一点。老板，我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我阿姨啊，她交了一个30年的男朋友，然后他们就一起创业，就把钱都给他。可是他们因为现在感情不好，要分手了，然后想要跟男友把钱要回来，可是男生都不给呢。那现在怎么办呢？就上法庭啊。这个案例好像跟我最近看那个艺人的案例有点像哦，但是后来这个艺人败诉了。那你阿姨跟他分手多久了？才刚分手没多久。搞不好应该有救哦。好，我们来赶快请问专家吧。民法典，让法律 easy 一点，让烦恼少一点。哎呀，委员，这个刚才听小紫讲啊，她这个阿姨很可怜哎，这个叫什么？爱情是盲目的，是，就不仅赔了爱情，还赔了面包，是，钱全部都在男朋友名下。那现在等于身无分文，他们也没有实质的关系啊，他们也没有登记啊，他们也没有夫妻关系啊。那他这个打官司有用吗？心甘情愿给的。然后我刚才就想到说啊，前阵子我看到这个资深艺人夏光丽跟她的男朋友叫蓝文清哦，交往了也是将近30年哦，然后一起创业啊，开火锅建设公司啊，赚了上亿元了。结果呢，因为蓝文清哦，他在外面有新欢，而且有生小孩啊，所以两边就吵架就分手了。那可是后来夏光丽就觉得说，我钱都登记你在你那边，我财产都在你那边，然后就要请求偿还。结果这个法院虽然认同他们有实质夫妻关系，但是他败诉了耶。所以怎么办呢？小紫的阿姨的情形跟这个情形要是接近的话，那这下完蛋了，赔了夫人又折兵，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先不提这个感情方面了哈，因为感情方面肯定就是碰到这个要分手的时候，其实的确是非常伤感情的啊。那尤其是在这个当事人这个之间呢。可是我们单纯从法律上面来讲，你记得我们在别的这个法律的案件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因果关系。对，就是有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然后中间有没有连结性，我们有分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还有法律因果关系。对，也就是说，你实际上面有事实的关系跟法律上面的这个关系呢，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两个人交往很久，然后甚至于同居，然后所有的一个跟正常的夫妻关系呢，其实都没有差异。唯一这个差异呢，是可能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你要有这个公开的仪式，要有2个的证人。是你婚姻成立的法律上面的婚姻关系的成立的要件，到后面呢，它的要件呢变更了，修法之后变成说，你即便有这个公开的仪式2个证人，但它不见得是构成这个婚姻关系哦，你还一定要去做登记。要登记，所以当你缺乏这个法律的成立的要件，也就是说，举例说你没有去登记，比如说你刚刚前面提到小紫的这个阿姨，如果她跟男方虽然是同居共同生活的30年，可是她并没有符合法定的婚姻关系的要件的话呢，那她就没有法律上面的婚姻关系。那她可能因为他还是就是住在一起，然后共同的创业，然后共同的生活的话呢，他可能会认定就是说，你即便有事实上的婚姻关系，但是你跟法律上面的婚姻关系它是不一样的。那相关的法条可以适用吗？如果是这样，那他阿姨败诉败定了啊。可是我看那个艺人那个夏光丽的事情，法官是认定他们有婚姻关系。它是事实上面的法律关系，他没有认定他有法律上面的婚姻关系。是有事实上面婚姻关系呢？假设你这个夫妻之间你有性生活，然后你有住在一块儿，然后你主观上面也有就是说共同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意愿，只是你没有去做这个婚姻的登记，就是说现在按现行法你没有去做婚姻登记，或者是在你早期的时候，即便你不需要登记，可是你有公开的仪式，有2个以上的这个证人的话，那你就会不符合法定婚姻的关系，因为你没有公开的仪式，没有2个人证。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以登记为要件，可是等到后面修法了之后呢，就是你必须要登记。所以如果你不符合法律的婚姻成立的要件的时候呢，你就没有法律上面的婚姻关系。
但是你没有法律上面的婚姻关系的话，你有没有事实上面的婚姻关系？如果你有事实上面的婚姻关系的话，那就会推定到，你可不可以的类推适用？以这个小紫的这个阿姨的情况来讲，我想她脑筋想的呢，就是想说，如果我们是这个夫妻，虽然不是法定的，但是事实的话，那我可不可以有所谓的剩余财产的分配？也就是说，当我们离开之后，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呢，我可以要求，要一半。对啊，对不对？好，那在你刚刚前面也提到这个夏光丽的这个案件里面哈，他在一审的时候呢，法院认为就是说，他虽然有事实的婚姻关系，但是他不可以类推的适用，他有这个剩余财产的分配请求权。可是到了二审之后呢，法院认为说，以他实际上面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呢，他是有事实的婚姻关系，而且他认为就是说，原来的夫妻配偶之间的这个法定婚姻关系的剩余财产的请求权呢，他也应该要有，因为他认为他是类推适用，也就是说，虽然法条上面没有说你可以适用，可是按照你的情形，你只是因为不具备那个构成要件而已，所以你不是法定的婚姻关系，你是事实婚姻关系。你有这么多年努力的成果，尤其是你讲这个夏光丽的案子，高达这个28年的这个期间很长了哈。小紫的阿姨的30年，其实已经你共同努力的成果，当然它是有一个剩余的财产请求权。但问题就是说，二审的部分呢，为什么夏光丽他会输掉这个案子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请求权他有时效，他的时效呢，就是你要在2年，你要再请求，如果你没有请求的话呢，那你就离于时效。可能观众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做时效啦，时效呢，就是你请求权，法律上面当他给你一个请求权的时候，他会规定你这个请求权呢要在多久之前你要请求。如果你没有在这个请求权的这个期间请求的话，即便你有请求权，但是也一样，你就不能够再请求。所以他会法律上面给你一个名词叫做离于时效，就是说你时效已经经过了，虽然你可以有请求，但是呢，因为你经过了那个期间，所以你不能够请求。在夏光丽的那个案子里面呢，他就有认定说，因为呢他们分开超过2年。分开之后，你的请求是在你分开之后超过2年的时间，你才请求。那很抱歉，虽然他认为你的确有实际上面的付出然后呢，你也有共同生活的事实，然后也跟真正的夫妻关系呢，其实没有差别，只是你缺乏了那个法定的构成要件而已。所以呢，他认为就是说，你应该是可以类推适用，但是因为你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间之内请求，所以呢，很抱歉，你败诉最主要的原因在这里。所以小紫的阿姨呢，可能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她如果要请求的话，她一定要把握住那个2年的这个期间，一定要请求。不过在现在来讲，类推适用的剩余财产的请求权呢，可以类推适用，在法院它还是一个不能讲说是多数啦。它还其实不是一个多数，还是有法院的判决认为，只要你不是法定的这个婚姻关系的话，你是没有请求权的。所以呢，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事实的婚姻关系虽然当事人之间常常会觉得说，一纸这个婚姻纸呢，不能够代表什么，是一个承诺呢，是心理的承诺才是真正的一个承诺。但是我们讲说，法律上面保护还是以你要符合一定的法律的条件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不冲突的，不需要拿这个去试验了哈。因为毕竟不管是夏光丽的案子，或者小紫的阿姨的案子，当然从女方的角度来讲呢，其实都是值得这个我们其他的女性朋友呢，可以为这个渐进的啦。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点可以来进一步请教委员，就是说，因为那个事实认定，然后他说类推适用，那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会被类推适用？因为我们都觉得说白纸黑字讲清楚嘛，那如果说他们就没有登记，他们实际上就不是婚姻啊，可是他们又说他们是生活的跟夫妻一样啊，是，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到底他那个类推适用的逻辑在哪里？什么叫做类推适用？它就一定是不适用才会有类推，对不对？因为你如果适用的话，你就不需要类推了嘛。你就是本来按照法律的规定，你适用就是适用，你不适用就不是适用。对啊。那在夏光丽的案子里面，我认为法官呢会觉得这个夏光丽的这个付出啊，还有
参酌他的整个的这个生活背景啊，尤其他在事实的描述的部分，是因为男方后来也有外遇，然后也有小孩嘛，所以这个女方她没有办法承受。其实从法律上来说，他其实不是外遇，他顶多是劈腿而已。对，从法律上面来讲，的确是立直哥讲的对，因为王必婚姻关系，王必胜那种在婚姻内，然后跟其他的小护士生产小孩，那个才就真的就是外遇。对，所以这个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会，那其实这里就很好玩嘞。他的类推适用是因为他们真的在一起够久，本来就不适用。但是考量啊，因为我们一再提醒哈，我为什么用因果关系来形容这个？其实一样，因果关系有事实的因果关系跟法定的因果关系嘛，对不对？我上次举例说，那个计程车司机出车祸，所以坐上了一个火车，他就是说你有没有事实关系？有啊，的确就是因为计程车司机出车祸，你才会坐下一班那个火车，然后才会被炸死的，对不对？所以你的确事实的发生是这样，可是它不是法律关系，因为它没有办法预期。好，那在这里面呢，他们两个生活了这个28年，然后以小子的这个案件来讲的话，他的阿姨呢，她这个跟男方呢生活了30年。30年都共处在一个屋檐下，然后都是以夫妻的这个方式对外展现。对邻居来讲，邻居会觉得说，你其实你是不是夫妻啊？然后呢，你的不管是生意上面来讲，也都是老板娘，对不对？所以对外人来讲，或者是对你来讲呢，其实都是一样，你就是婚姻关系，只是说你的差别在哪里？你欠缺了，你少做了法律上面要求你的那个要件，让你可以受到法律的保障。那个的法律的要件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在早期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有公开的仪式，然后要有2个证人，你就会得到法律上面认定你是夫妻关系，这个叫法定的婚姻关系，法定夫妻的关系。你少了那个要件，那新的法条当然是以登记为要件了。如果说大家就是有公开仪式，然后我们也参加，然后后来没有去做，户籍上面没有登记。那你也欠缺了这个法定要件。那将来如果有类似的情况呢，你可能有事实的婚姻关系，可是你没有法定的婚姻关系。你没有法定的婚姻关系，法条里面对于夫妻配偶之间的保障，你可能就没有。那在夏光丽的案子里面呢，是这个高院的法官呢，高院法官认为说，他们其实是虽然没有少了一个要件。可是他认为你这么久的一个期间啊，因为它里面有构成要件了。我刚刚前面提到构成要件，从法官的角度上面来讲呢，你要有事实的夫妻关系呢，你必须要有日常的生活之外呢，然后你还要有这个他认为就是说你还是要有性关系，要真正的是有夫妻之间的这个实质所以他才是这个我们讲说事实上面的夫妻关系。那他为什么会让他是类推那个剩余财产？他说他认为就是说你基本上面来讲，你其实就是跟法定的夫妻没有任何的差异，你差的唯一的一点是法条上面规定你要做的事情你少了一步。对。所以他才会觉得，就是说，这样子对于有事实婚姻关系的人不公平，所以他才让他类推的适用。他是类推适用，说你不适用，所以但是他认为说你应该要按照这个来适用，所以它叫做类推的适用。这我有一个疑问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发生过的案子是这样子就是女生然后跟男生都办完婚宴，也实质住在对方家里，但是他就是没有登记。他们就是没有登记，然后最后呢就提前，因为发现不合适吧，后来两边大吵一架，后来呢就分手。那女生一直心理上觉得她好像离婚一样，但是实质上后来大家安慰她说，其实你没有离婚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结婚。因为她前面的话，充其量她算是同居关系。但是他们办的婚宴办得很粗糙，然后全部婚纱什么都拍完，整套都跑完，就差没登记。对，但是实际上面来讲，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里面，你也看到很多的这个男女朋友拍了婚纱，它不表示他们是法律上面的。那像这样子会被认定就是说事实婚姻，就类推适用，比如说取决于他实际上面有没有生活在一起，都不是我讲的，然后是法院里面讲的，你必须要有主观上面的意识，是你真的是一个夫妻的。对他们，然后客观也有客观的事实就是说你主观上面跟你的客观上面都一样，都跟这个一般的婚姻生活是没有两样。你唯一缺的是一个法律的构成要件，因为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它是按照要登记
对，所以如果你没有登记的话，你能不能取得法定的夫妻关系？你没有，可是你实际上面你主观认为说你们结婚了什么东西，但是你不学法律啊，所以你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去做一个登记。那如果像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可是他们在一起的人可能不长，有1-2年而已，然后实质上办完婚姻，然后全部都弄完了，但是就是没登记，然后要登记的时候分手了。那假设他们真的发生相关的纠纷，就会被那个类推适用这个夫妻的相关法规嘛？取决于他有没有我刚刚前面讲的主观上面的，所以双方有没有觉得说是结婚的那个主观的意思。Okay. 然后客观上面他们是不是有住在一起，就像日常的生活，然后有履行这个夫妻的同居义务，然后有夫妻通常有的这个行为，如果有的话，它就是事实的婚姻关系；如果没有的话，它只是有公开的仪式，然后有很多的宾客，然后呢有照了婚纱照，可能还不到事实的婚姻关系。所以这个是不是要先跟法官就请求一个说要怎么去认定？不需要啊，因为通常来讲，你会知道要不要有法定的婚姻关系，其实都会牵涉到钱嘛。就是将来你要求，比如说日常生活的这个费用。日常生活的费用，或者是说，你要分开的时候，觉得说，我那时候当时投入的，这个开了一个，比如说火锅店呐，或者是开了一个这个平台啊，网络的平台啊，然后那么努力的做，然后现在有一点点成果的，你应该分我一半。通常大家都会牵涉到有这个金钱的这个请求的时候，才会讲说，到底你请求的依据在哪里？因为有一方呢去找律师的时候，律师他要求要请求时，律师一定会看说，你有没有法定的这个请求权嘛？那如果你是夫妻的话，因为你对于整个婚姻的部分你是有贡献的，对，所以你才会有这个请求权。但是呢，当你不是一个婚姻的一个关系，你就不受法律的上面婚姻关系的一个保护，对，可是你可不可以用合约的关系保护？你还是可以啊，对不对？你还是可以，比如说，就像你讲前面的你的朋友的话，就是前面结婚了2年，然后后来不和分开。那如果他在前面结婚之前没有真正的法定的婚姻嘛，但是有那个形式，可是呢，他当时假设他有签合约的话，他可不可以请求？当然可以。他的请求就不是请求剩余财产的分配权，而是按照合约要求、合约的规定去履行。所以重点还是说法律上一纸明文比较快，如果没有的话，还要看法官觉得你们可不可以类推适用。对，因为它并不是现在有一致的见解。好，这要提醒观众朋友说，夏光丽的这个案子呢，在法院有没有不同的一个认定？有。所以有可能类似的状况发生不同的案件，对，你可以发现判决结果。你可以发现，在地院的时候，他就认为你不可以。对，因为你就是没有登记啊。对，地院的判决他就认为说你没有类推适用的问题，你根本就是没有资格请求。那高院呢，他是认为说你可以。但问题是你逾期时效，对，所以是那可不可以就类推适用这事情单独再进一个诉讼？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还是没有？就是以案件来说，对，因为通常来讲哈，就是你只能自己去主张。我说我主张类推适用，可是另外一方可能说不主张不类推适用，那就看法官觉得谁有理。对。所以大家就弄清楚这个所谓的客观事实跟法律事实的差异啊。那法律事实当然比较有保障性啊。那可是你要让客观事实让它有类推适用的话，它也不会是法律事实，但是就变成说法官自由有他的裁量权。对，你要把对自己所有的发生争议的时候，都一定是把对自己有利的曾经有过的这个法院的判决呢，能够拿出来。比如说像今天这个小紫的阿姨的这个问题呢，你就马上在第一个时间想说，这个好像夏光丽的案子，那夏光丽的案子是什么样？然后就讲到说，这个高院的判决认为它可以类推适用，只是夏光丽她太慢了，她拖过2年。可是这个案件呢，小紫的阿姨去主张的时候，她就会讲说，我可以请求，因为夏光丽的案件呢，高院认为是有，那我也还在2年之内，所以我可以请求。好，那关于呢这个法条真的是太有趣了对，千变万化了但是法律就是这样法律有的时候越明文规定的东西越好。因为它的这个效力越明确所以大家呢这个尤其你这个假设
大家有这个结婚的需求啊，记得一定要去登记啊。像我就先去登记才办婚礼的。对啊，过了1-2年，我忘记大概过一段时间了。所以这个就先明定关系嘛。那时候也是觉得说，那明定关系大家在相处上啊，也可以有个空间啊，好吧，那就是今天这个有趣的案件分享给大家。对，我还是要提醒这个观众朋友，就是法律呢，它是不保护这个不主张自己权利的人，也不保护这个法律小白，所以一定要先了解自己法律上面的权利，知道自己的权利之后，还要去主张啊。像我们看到这个前面提到夏光丽的案件呢，就可能是因为他前面不了解他有这样的请求权，然后等他了解的时候，发现说啊，时间已经经过了。对，所以一定要了解法律。然后了解法律之后呢，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呢去主张，我觉得这个人生呢，最起码缺憾不是那么大。所以呢，要多了解法律，人就要多收看《民法典》哦。好，最后还是请大家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然后呢，给我们这个超级留言，让我们知道说啊，你这个想要看一些什么样的主题咯。OK， 好，那我们这个再说一次哦，我们现在的上架时间，周二的晚上9点在桂民委员的个人频道，然后呢，周三的中午12点在历史哥的频道咯。哦，那记得继续追踪我们这个系列啦。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委员，谢谢历史哥，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好，期待下一期相见，拜拜，拜拜。观众朋友一定要给我们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影片说明栏中记得去把它订阅起来哦，记得追踪哦，每周都会更新一集哦。那我们呢就在民法典上见喽，拜拜。